OK，大家好啊，今天给大家录一期视频，还是关于黑苹果的。之前只是讲了安装了，安装完了之后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基本的设置，包括美化呀，包括优化呀，其实都没有讲。那今天主要讲一下，为了方便这个启动在 Bootloader 界面，为了方便你做选择，可能因为我是多个操作系统，我里面装了两个，一个 Windows，一个 macOS。那启动的时候，可能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需要去启动 macOS 的，那我就让它自动进入 macOS 系统。那这个要怎么设置呢？那我们先启动 OpenCore。OpenCore 启动了之后，我要把我的分区挂载进来，应该就是这个分区。分区挂载进来。好 ，OK， 我的 EFI 分区已经挂载进来了。那挂载进来了之后，那我要进入这个 EFI 分区里面。在 EFI 分区的 OStream 里面有个 config plist 之前说过，用 OpenCore 的打开。那我们要去plist 里面改因为我是 0.6.6 的版本那为了那个界面因为我没有这个视频采集卡，所以我们去下载一个，在那个上面可以截屏的OpenCore PPG， 我们可以下载一个在这个界面上可以截屏的都已经升级了是吧？那看来这个周末我又需要录一个视频，把 OpenCore 升级一下，万一算挂了怎么办？这里有是吧？download，在 EFI OC 目录里面 drivers， 这个 left 过来就可以截屏了。我这里有我演砸了，我这里居然有，看一下，我什么时候放进来的 ？UEFI 驱动，我这没有加进来没有加进来。那第一把我们先把截屏的加进来，是在这个目录里面 ，EFI OC 对，是在这个目录里面，找到这个文件，把它打开，加到这里面来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刚刚说的，我们要去设置那个开机启动项的。看我确认的开机启动项是在这里是无休止的等待，0就表示一直得等下去它不会倒计时的。我给10秒钟，如果10秒钟你不做任何操作，我就自动进入某一个系统。还要设置一下，叫允许设置确审的启动项。OK， 那这两个设置好了，那现在我们保存就可以了。可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样子一下。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第一件事情是 UEFI 的这个 UEFI 里面有一个驱动这一项，我们把 CR screenshot DXE 点 EFI 加进去。然后第二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为了截屏用的。那第二件事情，我们是在这个杂项里面去把我们的第一个 boot 的 timeout 时间改成10秒，代表10秒倒计时。security 里面你看它有没有做到叫 allow step default， 就允许设置默认启动项。如果这两个都 OK 了，那现在好办了，我们只要把它 save 下来，然后重新启动一下就 OK 了那重新启动，等一下我会贴进来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拜拜。